桃花岛主黄老邪。奇怪了，谁把蓉儿的爹爹放在乌龟上了呢？喂，龟老兄啊，你认不认识路啊？你要是认识路的话，能不能带我去找点吃的？我真的很饿了。独孤求败，你跑到哪儿去了？赶快答应一声嘛！哎，让我求求你了，黄老邪有什么好玩的？来跟我玩嘛！我扮戏文给你看好不好？哎，独孤求败，今天早饭可做好了，金丝卷子、红烧肉。啊，我忘了你龟孙一年不吃也饿不死啊！啊，不，我是龟孙，我是龟孙，我是。哎呀，独孤求败，你变成人形了！我变成人形了。哎，我这样告诉你的，你不记得啦？哎呀，你本来不是人呐，可是你在山洞里陪了我10几年。哎，你的前身是一只金灿灿的小乌龟。我是只小乌龟。哎，你记得什么？你记得什么？我不记得了。哎，就是嘛，你就是小乌龟呀！哎，小乌龟就是小王八吗？你到底在说什么呀？不是说你，说他。哎，独孤求败呀，你跑到哪儿去了？让我找的你好辛苦啊！我还以为你跟黄老邪私奔了呢。哦，我倒是来找黄岛主的。吃。前辈，你们好像正在吃东西啊。金丝卷、红烧肉给独孤求败吃的，看见没有？这小子想跟咱们玩，我都不理他。吃吧吃。啊，张嘴。哎，小子，站住！你会不会跟我玩啊？啊？玩什么呀？哎，那可多了。这个啊，比如说啊，你会不会把那个脑袋钻那个壳里边不出来呀？哎，你会不会跟我比睡觉，谁睡的时间长啊？哎，那个弹弹子会不会啊？哎，别走。想不想吃红烧肉啊？我很想吃的。那这样啊，我就不客气了。小子，你认识黄老邪吗？认识，我就是因为得罪了他，才逃到里。好，得罪他好啊！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郭靖。你不骗我吧？我从来不爱撒谎的。来，你会武功不会啊？会啊。来，打一场啊！我为什么要打你啊？试试你的武功嘛！来，这叫什么？来，用点劲儿嘛，要不然，哎呀，一会儿玩什么游戏呀，像弹子什么的，这好让我欺负你呀！来，快点！那我用劲儿啊！用劲！哎呀，你这瞧不起我吗？啊，你这什么意思啊？现在好像我是欺负你一样！啊，用力，用你全部功力！来。哎呀，好玩！哎呀，好玩！前辈啊，你是什么人啊？你猜看。我曾经听人说过，天下武功登峰造极的人一共有5个。全真教王真人已经过世了。七公和黄岛主我曾经见过的。我知道了，你一定是欧阳前辈或者是段王爷。哎呀，不对啊！小子，我来猜你吧。你学了点儿全真派的内功。不错，丹阳真人马道长曾经教过我2年内功的。还学了点江南武功，乱七八糟的东西。江南七侠正是弟子的授业恩师。不对，你刚才打我那掌好像是老叫花的武功嘛。七公也是我的恩师。哦，那可不得了啊！你学了降龙18掌没有啊？那太好了，你教教我吧，我拜你为师啊！来，老前辈，不成，做老叫花的徒孙，不好玩。老前辈，请问你到底是何人呢？我姓周。周伯通。周老前辈，马道长和王道长都是我师傅啊，按理说我应该叫你祖师爷才对啊。我的武功本来都是我师兄传授的，
马玉那几个牛逼子，我见了就烦。再说了，我又不是你儿子，你又不是我儿子，还分什么长辈和晚辈呀？小兄弟，我们2个人要不要结拜兄弟啊？当年我跟王重阳结拜的时候，也说要歃血为盟，不过他说这套太江湖气了。不过这会儿上哪儿弄酒去呢？酒来了。也许黄老邪早知道你会来，所以给你多备了一份儿。蓉儿呢？他为什么不来见我？黄老邪也不知道使了什么邪门妖法，把他们弄得不是聋子就是哑巴。有聋有哑巴，你既然来了桃花岛如果不死的话，你也是这个下场。蓉儿的爹爹怎么会这么残忍呢？自然残忍了。我们哥俩在岛上住了10几年了，他经常都来折磨我，可是我从来都没向他认过输。来，这里又有酒又有菜，我们2个人赶快割手指歃血为盟吧。当年我跟王重阳结拜的时候他也不愿意跟我歃血为盟，说什么太江湖了，推三阻四的，可是终究没有拗过我。来，不太合适吧？王重阳是因为武功太高，所以不愿意跟我结拜兄弟啊？难道你的武功还比我高出很多吗？没有。又摇头。岂有此理啊！难道让我跟黄老邪和老毒他们结拜兄弟吗？难道要我跟这个又聋又哑的家伙结拜兄弟吗？我不是这个，气死我了！我不吃了，气死我了！我不想活了。弟子与前辈辈分实在相差太多了，我怕连累前辈日后被他人耻笑。再说我万一碰到马道长、邱道长他们，那可如何是好啊？你不要提那2个老道啊！你肯定嫌我太老，不愿意跟我结拜啊！别哭啊！你别哭啊！前辈，你别哭呀！前辈，我不管，你就得跟我结拜兄弟，你就得跟我结拜兄弟啊！好，前辈，我跟你结拜兄弟就是了。真的？兄弟，来，上来！哦。老顽童周伯通近日与郭靖兄弟一结金兰，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把戏同耍。若违背誓言，让我武功全失，连独孤求败都打不过。郭靖今日与周大哥一结金兰，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若是有把戏同耍，这很重要的，怎么能忘了呢？若是有把戏同耍，若违背此约，势必连独孤求败，就连独孤求败都打不过。好，这回就好了。哑巴，给我们弄点酒来，哑巴。哑巴。周大哥，他不是听不见吗？对，他是个聋子。你看这黄老邪多小气啊！每次送酒就送那么一点，一喝就没了。可是小姑娘送的酒好喝，酒又好，菜又好。可是最近她怎么不来了呢？那是蓉儿，她是黄岛主的女儿。你认识她？当然了。兄弟，这可是大大的要不得啊！为什么要不得？我很喜欢她的，我准备这一辈子和她厮守在一起的，有什么要不得的？好，这个事情咱们回头再说。兄弟，这样。你讲讲你的故事好不好？你是怎么得罪黄老邪的？又怎么到这儿来的？我小时候呢不太懂事，就赐死了黄岛主的大弟子。后来他跟我为难，我答应他1个月内到桃花岛来领死，我就来了。周大哥，兄弟，你这个故事讲的不怎么样啊！讲故事要生动，要生动啊！这样，我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好。你听过《九阴真经》的故事吗？《九阴真经》，我听过的，说上边记载了很多阴毒的武功的。这个故事啊，得慢慢说才好听啊。
想当年是大雪封住了华山的绝顶啊！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他们在华山绝顶上比武论剑，打的是七天七夜啊！最后，他们几个人都败在我师兄王重阳的手上了。我师兄是天下第一啊！哦，我知道，这个就叫华山论剑。对，兄弟，那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比武吗？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还是为了一部经书啊！啊，九阴真经。在政和年间，有一个叫黄山的文人，他从这个道藏书中悟出了一种武功啊，武功一下子高得不得了啊！有一次，皇上让他去剿灭这个邪门歪道啊，结果他一口气杀了那些邪门歪道的什么长老啊、护法啊、使者一大堆。可是这些人中有很多啊，都是名门正派的弟子啊，所以啊，他们又约了他们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师伯、师姨、师干妈什么的一大堆。后来这些人又约了其他门派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师姨夫、师干妈。我说到哪儿了？师干妈。于是啊，这场厮杀就开始了。他的妻儿父母全都被杀死了，他自己就跑到一个绝顶无人的地方，研究敌人的招数，以求将来报仇雪恨。那后来呢？可是等他把招数都研究出来，他发现所有的仇敌都老死了，他自己也老了。但是他不愿意浪费自己这番心血，将这些招数啊、心法呀写成了上下2本书。那是什么？不知道。九阴真经。讲完了。哎呀，哪有完呢？完了就不会死那么多人了吗？皇上写成这本书以后，把它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可是有一年呢，这本书突然出现在世上了，人人都在抢它，什么人都想得到它，弄得是争来争去，一塌糊涂。那周大哥，要是照你这么说的话，我看这本书是天下第一害人的东西了。你想，陈玄风如果得不到这本书的话，他跟梅超风隐姓埋名的，岂不是很好吗？如果梅超风得不到这本书的话，他也不会像今天这个下场了。对呀，兄弟，下边就说到这个抢书了。这本书出现以后，世上的高手也全都出现了。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他们5个约好了在华山论剑，谁的武功第一，这本经书就归谁。这回我知道了，这经书一定是落在你师兄手里了，对不对？对，我师兄得到这本经书以后啊，他就不练上面的功夫了。他把经书啊藏在这个石板的下面，往上一坐，就再也不起来了。我问师兄，你这是干什么呀？是不是怕人来偷啊？我师兄笑而不答。就在我师兄把这本经书藏在蒲团下面以后，这江湖上倒是少了一些厮杀。可是就在我师兄临死的时候，却又掀起了一场风波。我师兄自知大限已到，命我将九阴真经取出来。他久久地抚摸着这本书，不肯放手啊。他几次要把它扔进火炉当中，却都于心不忍。他说：“前辈的心血怎么能够毁在他的手里呢？”但是我们众人绝不可偷练此功，要不然旁人会说他夺取经书是怀有私心。说完这几句话，他便闭目而逝了。快把九阴真经交出来，否则一把火烧了你的道观！
师兄已经料定西毒待他一死，必来抢夺经书，因此以上乘气功，闭气装死，等欧阳锋一来，一招将他制住。待赶走欧阳锋后，我师兄也就真的闭目而逝了。师哥遗言要将九阴真经的上卷和下卷分至2处，以免同时落入奸人手中。我将真经的上卷藏好之后，身上带着下卷经文，要送到南方的雁荡山收藏。途中却又撞上了黄老邪。那黄老邪虽然为人古怪，但是骄傲自负的紧，绝不会像吸毒那样抢夺经书。可那次遭就遭在他的新婚夫人正好和他在一起。那便是蓉儿的妈妈了。黄老邪那时满面春风，说是新婚燕尔。我想黄老邪聪你一世，糊涂一时，讨老婆有什么好？便取笑他几句。黄老邪倒不生气，反请我喝酒。我说去师哥假死复活击中欧阳锋的情形。黄老邪的妻子听了，求我借经书一观。哎，什么经书啊，值得这么抢来抢去的？我倒是想瞧上一瞧。我的爱妻啊，当真全然不会武功。他就是年纪轻，喜欢新鲜的玩意儿。哎，你把那经书给他瞧一瞧，他有什么关系？我黄药师，要是向你的经书上瞟上一眼，我就把这双眼珠子挖出来给你。哈哈哈哈哈！伯通啊，我怎能不知道你有为难之处啊？你若是肯把经书借给那人一观，我黄某人定有报答你全真派的时候啊！如若不肯，也只得由你了。啊，谁让我黄药师和你周伯通有交情呢？只是我跟王重阳的徒子徒孙却是没有交情的。什么？黄老邪，你要是心里有气啊，你就找我老顽童处好了。找我那个小辈，那算什么？以大欺小，耍无赖吗？你耍无赖，耍得过我老顽童吗？来，咱来比划比划。来，不，周大哥，周大哥，你总爱胡闹调皮，大家可别闹得伤了和气。我看呀，咱们还是玩点别的吧。你那宝贝经书啊，我也不瞧了。看来呀，这九阴真经是给那姓欧阳的抢去了。周大哥拿不出来，你又何必苦苦逼他呢？让他失了面子啊！伯通啊，还是我去找老毒物替你算账去吧。那个老毒物的武功了得，你是打不过他的。什么？你说什么？我打不过谁呀？经书还在我这里吗？本来嘛，这经书给嫂子看一看也是可以的。可是你们不能说老顽童守不住这经书。不行，咱俩还得比划比划。来，哎呀，周大哥，来，伯通，这比武你可说比腻了。啊，我也怕伤了咱们之间的和氣呀。这样，你我之间，咱们玩一个小孩家的玩意儿，怎么样？哎，好啊！你们俩就比赛打石弹子，啊！来，比啊！难道我怕你啊？周大哥，要是你输了，就要把经书借我瞧瞧。要是你赢了，你想要什么呀？你全真教有宝，难道我桃花岛就没有？哎呀，这个好玩。伯通啊，这个好玩。你的武功卓绝呀，自然是用不着这副甲。可是他日，你要是娶了个女顽童，又生下个小顽童，那这副甲对小孩子家那是妙用无穷啊！伯通。只要打担子，你胜了我，这副软猬甲，自然我就送给你了。哎呀，女顽童是不能娶她，小顽童更不能要了。不过你这副甲在江湖上可是大大的有名啊！我把它穿在外面，我在江湖上，我走来走去，神气的很呐，让大家都看看。嘿，桃花岛主黄老邪输给我老顽童了。周大哥，你先别说嘴，哥俩比了再说。好，比就比，咱们上那边比。那时候说好每人9粒石弹，共是18个小洞，谁的9粒石弹先打进洞里就是谁胜。
挖个小洞，全都是我挖的。那时候我又留心瞧了黄夫人的身形步伐，果然是不会半点武功。当下我想，这回是万无一失，黄老邪等一巴巴的把件宝甲给我送上门来。我打了几10年的担子，不是白混呐。那黄老邪连打3颗，都不错毫厘的进了洞，可是，一进去又跳了出来。我却是一个没跑。这个人也当真聪明了，立刻明白其中的奥妙。可是我已经打了5颗担子进洞。嘿嘿，哈，这回啊，连神仙也救不了你了。这是小孩子家的玩意儿，为何要惊动神仙呢？啊！你打碎我的担子，这怎么能算呢？这不算，不跟你们玩了，连我的耍赖皮，我不玩了。哎呀，我说周大哥，这可不辛苦啊！刚才咱不是说的明明白白的，谁的9颗担子先进了洞算谁赢？你混赖呀，那可不成。别说他用担子打碎了你的担子，就算是他硬抢了你的，只要你少1颗担子入洞，终究是你输了。那我就夺。要从黄老邪手上抢东西，又谈何容易啊！当下我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一颗颗地把担子打进洞里。哎呀！伯通啊，这都是小孩子家的玩意儿，算不了什么。起来。黄家嫂子，老顽童输了，就是输了。我把9阴真经借给你看看，也没什么。天黑之前要还给我的，要不然的话，那可不得了啊！哎呀，周大哥，你号称老顽童，人可不糊涂啊！你怕我刘备借荆州是不是？我就在这坐着瞧瞧，看完了马上还你，也不用等到天黑。哎，你要是不放心啊，就在旁边守着便是了。那好吧。哎，伯通，这当今世上有几个人的武功胜得过你呀？大概3、4个吧。那我黄药师呢？那，不知道。要是你我2人联起手来呢？那就没有人能打得过我们了。伯通啊，以你我2人的功力，还怕你的经书被人抢去不成？那倒是，那倒是。来呀，你来追我呀！来呀，黄老邪！这儿呢。看我抓住你了！你追不上我，来呀！看我抓住你了！这边！来呀！周大哥，我瞧完了。看完了。哎呀，我们还没玩完呢。哎呀，真是烦劳周大哥了。平时在岛上啊，都是弟子陪着，他可难得这般高兴啊。你人不错，比他强。早知道这样的话，我早就到你们桃花岛来喝你们的喜酒了。周大哥，你随时来呀，我们都有好酒相奉。只是，你可上了吸毒的当了。这本啊，不是什么9阴真经。不可能的，这是我师兄留下来的，怎么会有错啊？这模样不错，又有什么用啊？这是欧阳锋把你的经书调了包了，这是一本寻常的武功书。
周大哥，哎呀，这九阴真经的真本是什么样我不知道，可这本书啊，我5岁时就读着玩儿，我从头到尾都能背得出来。我们江南的孩童19都能熟读。哎，你要是不信呀，我背给你听听。哎呀，哎，我师兄曾经交代过，说我们全真派的弟子都不可以练这上的功夫，因此我又没看过，我怎么知道你背的对错啊？哎呀，周大哥，这真是一本寻常的武功书，江南到处流传的。哎，你又不练其中的武功，瞧瞧又何妨啊？好，你背吧，来。他先是从头到尾流水般的背了下来，我瞧着跟经书上果然是一字不错。我又从中间抽了几段让他来背，不想他也背的是滚瓜烂熟。啊，我想全真派的面子这回可丢大了。周大哥，我背了这么多，你总该信了吧？老顽童，你不要耍小孩子脾气嘛！我这副软猬甲就送给你吧。不要了，我这就回家闭门习武，练好了功夫找西毒要书去。这西毒如此狡猾，那是非找他算账不可的。可是如果叫了马道长、邱道长他们一起去的话，那声势岂不是大得多吗？哎，那几个牛鼻子有什么用啊？事后又练成了几项别的武功。可是我听江湖上传言，桃花岛门下的黑风双煞练有九阴真经的功夫。我这才明白，黄夫人虽然不会武，可是天资过人呐。她是把我给她看的经书全部给背下来了。等我一走，她就默写给她丈夫了。于是我就到了桃花岛，来找了要经书。我素来是说一是一，我曾经说过，我绝不向你的经书瞟上一眼。我所看到的九阴真经，那是那人笔录的，可不是你的经书。黄夫人，黄夫人，你们夫妇两个人合伙来骗我，你快出来！哎，再不出来，老顽童我放火烧房子了！伯通啊，你若烧了这房子，夫人能够出来的话，那你烧了这桃花岛又如何？你烧了我，又如何？这黄老邪搞什么鬼？报应啊，报应，真是报应啊！哼，偷了我的九阴真经，啊，现在练不成功了，人死了。哎，死了老婆好啊，死了老婆你就可以专心的练功了。哎，换了我老顽童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啊！黄老邪，恭喜恭喜啊！我就跟黄老邪动上手了。这几年闭关练功，我的武功有所长进。我们两个从山上打到山下，从屋里打到屋外，一气打到这个山洞里头。我就在这山洞里待了15年。啊，周大哥，这么说你是打输了？哼，我跟他耗。我跟黄老邪，我跟他比谁长寿。我要是还练成了独孤求败那长寿的功夫，那黄老邪早就抹脖子自杀了。兄弟啊，今天讲故事讲的真舒服。哎，兄弟，要不咱俩一块去拉屎吧？走吧。哎，一块去拉屎，没准能碰见那个黄老邪，好好瞅瞅他。周大哥，兄弟不习惯跟别人一块去的，还是周大哥先去。好。哎呀，要是什么时候想出来就出来就好了，不是光是拉屎的时候才能出来就好了。是蓉儿。哎，兄弟，你上哪儿啊？你怎么跑那么远呢？哎，你不要像独孤求败一样跑那么远就不回来了？哎，
儿，蓉儿，蓉儿，靖哥哥，蓉儿，你在哪儿啊？靖哥哥，靖哥哥，蓉儿，靖哥哥，靖哥哥。爹，靖哥哥，靖哥哥，靖哥哥。蓉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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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这岛上才叫苦海无边。我放你一条生路，速速与我上船，再不要回来。蓉儿呢？不要再提他，你这辈子也休想再见他一面。我见不到他，是不会离开这儿的。你不要小命，尽可以回来。方才若不是蓉儿用风筝引路，你以为你能走得出这桃花大阵吗？黄岛主，你为什么不能出来好好跟我说话呢？跟你好好说话，哼，你也配？蓉儿跟我在一起很快乐，她也很挂念你的。闭嘴！黄岛主，你为什么要把周大哥关起来呢？他是个很好的人啊，只不过是爱啰嗦一点罢了。其实我知道，你也是个很好的人，只不过你性格怪癖，你是故意这么做的，对不对？爹，你又在想娘啊？蓉儿啊，你真是个没娘管教的野孩子了。那你就更应该宠蓉儿了。是啊，爹知道事关那傻小子，爹也知道，蓉儿事先一定想得周周全全的。是那风筝引那傻小子来见我的，不是蓉儿要去见那傻小子的，对不对呀？爹真是料事如神，就是什么呀？就是有点不近人情。对。哼。哎，蓉儿，那个傻小子倒真是不怕死啊。爹，你不讨厌靖哥哥啦？你要是不讨厌，蓉儿这就去把他叫来。哎，蓉儿，那个傻小子是傻的不怕死啊！你看咱们这个桃花岛怎么能容下这么个木讷憨傻之人呢？聪明有什么好啊？爹不是精通五行八卦吗？不一样躲在这儿不能动弹。你，爹，我只是不想让娘看见你这样啊。独孤求败！哎，独孤求败！独孤求败！嘿，你跑到哪儿去了你？桃花岛上虽然好玩，但是你不能一去就不回来嘛！你不听话，我打死我！嘘，我兄弟回来了，等一下我去看看啊。不是我兄弟，是王老邪。
这黄老邪不睡觉，半夜3更的吹什么箫？真是的！哎，黄老邪，你半夜3更的吹什么箫啊？吵死人了！有本事你就下来跟我大战300回合！这是老夫新写的《碧海潮生曲》，特请老顽童你赏鉴赏鉴。不好！我不听，我不听！周大哥，周大哥，你没事吧？周大哥，周大哥，你是不是在跟我玩啊？你别闹了，你别闹了！好小子，又坏我大事！周大哥，你没事吧？简直不得了了！那黄老邪的箫声太厉害了，差点害得我老顽童走火入魔。哎，你到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呀？我就出去走走啊。啊，你出去了？那箫声对你没用吗？这箫声有这么厉害啊？我怎么没听出来啊？哎呀，怎么不厉害呀？黄老邪将内宫融在这个箫声当中，净追些男欢女爱的事儿啊！哎呀，追得我烦死了，差点让我走火入魔。什么是男欢女爱啊？啊？这个你都不懂啊？啊，怪不得兄弟，你是童男子啊！这箫声对你没用的。你还是没说明白呀？这个，啊，这个今天不说了哈。我困了，我去睡觉了。哎。黄老邪，起床啦！爹，看你那个样子，老顽童那儿你没讨到什么便宜吧？蓉儿，爹和老顽童，你到底是想帮谁呀？你要是爹和那个傻小子呢？那当然是帮爹，还有他。这个丫头，我就知道你这么说。爹呀，你比他武功高出那么多，你跟他打起来相差那么远，岂不让人耻笑啊？这个蓉儿，你去了一趟中原回来，一下就变得油嘴滑舌了。对啊，我就知道爹想知道我在中原发生什么。蓉儿，说给爹听听吧。不说。蓉儿，说给爹听听嘛。好吧。我划船出了桃花岛，就在船上改装了一番。所以上了岸来，我的样子就已经连自己都认不出来。兄弟，72路空明拳你已经学会了，现在呢，我想摔你一跤也不是很容易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就玩4个人打架。4个人打架？对。跟谁打呀？这4个人呢，就是你的左手是一个人，你的右手是一个人，我的右手是一个人，我的左手又是一个人，我们4个人互相在一起，一旁混战。这个恐怕兄弟不会啊。来，周大哥，我没事，来，很简单的，我这个人打你这个人呐。哎，准备好了吗？好。这个人又来了啊！来，两个人打，来，来呀，打呀，兄弟，打呀！好，4个人一起打吧，来。不打了，周大哥。不管怎么样，我总是2只手分不开的，你怎么就可以一心二用呢？这就是我的本事了。那这门功夫在对敌的时候可当真是有用了。2只手发不同的招式，
招数要不同，这不就相当于2个人打1个人吗？虽然内功上没有增加，但是招数上很占便宜啊。周大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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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啊，兄弟，我们冲出洞去。周大哥，你是要去解手啊？哎呀，我不大便，我也不小便的，我要出去。我现在不怕黄老邪了。为什么呀？你不是说了吗？1个周伯通打不过黄老邪，2个周伯通还打不过黄老邪吗？去。哦，哎，可是2个周伯通都不知道桃花岛的机关呀。来，给我！啊，回去告诉黄老邪，让他赶快过来跟我比武啊，听见没有？这个缩头乌龟！哎，兄弟，来，是黄老邪送来的馒头啊。哦。嗨，你听见没有啊？明天给我们多送点酒菜来。啊，把这倒。周大哥。哎呀，你快点儿！靖哥哥，你别心急，我爹爹已经和我讲和了，待我慢慢的求他放你，蓉儿。蓉儿！哎，我说你怎么这么磨蹭？哎，兄弟，你到哪儿去啊？周大哥，蓉儿给我来信了，他说他会救我出去的。你出得了桃花阵吗？我。哎呀，这个傻兄弟！哎，哑巴，去，大哥。第2招，看着。再来，这回不错，再来第3招。哎，好，哎，这样可以了，兄弟，我们现在可以对打了。这什么东西啊？从哪儿来的？哦，这是我爹爹留给我的。这是你爹留给你的？哦，我说的是这个。哎，这个呢？这是在归阴庄的时候，我2师傅妙手书生他从梅超风前辈那儿拿来的。独孤求败，你看出来了吧？我身上有个大秘密呀！哎呀，知道这是什么吗？九阴真经啊！哎，你别看这个东西啊，有很多人为它送了命啊！哎，我知道，我师兄他不让我练，可是。那你说，那他闲着不也是闲着吗？啊？你说话呀！嘿，你说话呀！嘿，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嗨，好，我不练，我教那个傻兄弟练，哎，是吧？他又不是全真教弟子。对，对我那个傻兄弟吧，他特别讨厌九阴真经上的功夫，他说太阴毒了，他不愿意练。哎，我是怎么教他也不愿意练呢，我只有骗他了，我骗他，我让他练会了九阴真经上的功夫，是吧？
功夫在他身上，想丢也丢不掉，你说呢？好，看我的，走吧。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是故虚胜实，不足胜有余。故作西施为尽德之功，殊不知上达之事，圆通定会体用双。周大哥，我说了你可别不高兴啊！啊，你说，我怎么越练越觉得这像梅超风的九阴白骨爪呢？哎呀，这个傻小子，这怎么能跟他的邪门外功相比呢？我这是正宗的神爪功。好了，你不用练了啊，你就背我刚才教你的正宗的内功心法吧。可是我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啊！你死记硬背吧。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是故虚胜实，不足胜有余。周大哥，下边是什么呀？人图之，枯作西施为尽德之功。人图之，枯作西施为尽德之功。殊不知上达之事，圆通定会，体用双修。背得还挺准。藏眼神，凝耳运，调鼻息，兼舌气，精化为气，气化为神。周大哥，我又忘了。自己想吧。神化为虚，眼不是靖哥哥，西毒为他侄儿向爹爹求婚，要娶我为他侄媳，我爹已答应。蓉儿，太好了！这个西毒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他的侄子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这样，黄老邪的女儿嫁给他，一个是破了他的童子功，再一个让他受点苦，两全其美，挺好。蓉儿是要跟我在一起的。雕儿，喂！你们怎么来了？靖哥哥，西毒就要上岛了，我已不能出门。今后连给你煮菜也不行了，爹不听我的，我就以死明志。反正蓉儿是不会负靖哥哥的。岛上道路古怪，处处陷阱，我爹一定已有防范，你千万不可来找我，切切，蓉儿。蓉儿。有蛇呀！有蛇呀！怎么了，周大哥？有蛇！遍地都是！不，兄弟，你到洞口看看，你快去洞口看看，那遍地都是啊！好端端的，怎么会有蛇呢？好多蛇呀！我都闻到血腥味了，你快去看看，快去呀！我怎么没闻见呀？快去！哎呀，奇怪了，
桃花岛上哪来这么多蛇呀？哦，蛇！西域白驼山山主欧阳先生拜见桃花岛黄岛主。吸毒。叔叔，这黄岛主未必在，咱们不妨进去看看。不可。这片竹林是我们上岛以后遇到的第一堵墙，哪有主人不请就登堂入室的？他就爱搞这一套。啊，拿钱来。哈哈，这才算是通报过了。姚兄，凤兄久违了。今天我特地带小侄来拜访，见过黄世伯。哎，岂敢呐！咱们林中叙话啊。哦，姚兄啊，我给你带了通西地龙丸，它得自西域异兽之体，可以百毒不侵呐。这千里西域不外是酷暑奇寒，哪里有这等逍遥的竹林桃花呀？姚兄在这儿比我多享了20几年的清福啊！我若是享了20几年的清福，那凤兄必定是练了20几年的功夫。怎么样，凤兄，演练几招给我黄某看一看呢？当年我的功夫就不及你，如今更是望尘莫及呀！如果再有华山论剑，恐怕我只能是做壁上观了。有朋自远方来，我自当吹奏一曲。姚兄要是有此雅兴的话，我也带来了助兴礼物。这8名来自西域的美女，都是经过名师的指点，歌舞弹唱样样俱佳。姚兄，凤兄，我黄某是素来不好此道的，先是亡故之后，更是天下美女如粪土。凤兄的一片好心，我黄某实在是不敢拜领啊！不为无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啊？姚兄痴情不改，未免太认真了吧？哎，凤兄是一生未娶啊，我也知道凤兄不是无情之人，赤道深处尤胜于我。啊，姚兄。不管收与不收，帮兄弟我品评赏鉴一番。凤兄，你我2人合奏一曲如何呀？好，我要和耀兄合奏一曲，你们还不赶紧躲开啊！喂，我爹吹曲子给你听，你居然敢用棉花塞住耳朵？你刚到桃花岛，是不是想侮辱桃花岛的主人啊？钟儿，这不算侮辱，他是有自知之明。爹，
你欧阳伯伯的铁铮那可是独步天下呀，蓉儿，你有什么本事也敢来听啊？哼！冯兄，咱们开始吧。好，开始。3个人在打架，其中一个肯定是黄老邪。你说我出不出去？现在他们在比内功啊，一会儿就要过招了，这一过招就是几千招啊！我现在出去还来得及啊！你什么意思啊？怎么？是你？跟我来。你是让我沉住气是吧？要不然我们布置的陷阱不就白搭了？关键的时候还是你沉得住气。靖哥哥，靖哥哥，蓉儿，靖哥哥，蓉儿，你好吗？桃花岛可真大呀！真笨。走。哎，臭小子，你也来了！老叫花子，恭喜你收了个好徒弟啊！师傅。小混蛋！师傅。小混蛋！来！师傅。哦，蓉儿已经拜七公为师了。师傅，靖哥哥也在。是吧？傻小子哪儿的？爹。七兄啊，刚才我听蓉儿喊你师傅。是啊，爹，七公已经收我为徒了。七兄青眼有加，兄弟不胜感激。
只是我这个小女生性顽劣，今后要劳累七兄多加管教啊。哎，哪里，耀兄的家传武学已足够女娃子享用一生了。你说何必我来多事呢？我收他为徒，就是想吃点白食，尝尝美味。你不威胁我？爹，那个坏人欺负我，要不是七公看在和您的情分上出手救我，女儿都回不来了。你看，他们现在又跟到岛上来了。胡说，好端端的，谁欺负你啊？你不信呢？那我去问他。哎，蓉儿，欧阳克，你要是不说实话，就让你叔叔那个蛇头棒一棒打死。当着岳父大人的面，我怎么敢胡说？岳父大人，爹，他现在就在胡说。我问你，我们那天在赵王府见过面，对不对？你和沙通天他们一伙联手打我，对不对？哎，那可不是联手啊！不是联手，那就是车轮战。他们一个一个出手打我，都打不过我。后来你就出手了，对不对？当时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在院里，我爹也不知道我在哪儿，所以没来救我，对不对？靖哥哥，你知道当时我最想谁吗？我一点都不想我爹，最想我娘了。我娘要是活着的话，就不会出这样的事儿了。爹，王姑娘，当时那么多高手围着你，你就凭着一身的家传绝学，才让他们奈何不得，是不是？对啊。我侄儿正是看见姑娘如此的美貌，一身的才艺，才飞鸽传书，一战一战传到白驼山，求我亲自出马，来求这门婚事。耀兄，虽然兄弟我是边陲野汉，但是要我亲自出马来求这门婚事，除了耀兄你，恐怕这世上还没有第二个人。有劳大驾，愧不敢当啊！今日你们二位一同上岛，我黄某甚感荣幸。我来是来求亲的，七兄你来凑什么热闹？七兄最近兴致高得很嘛，居然欺负起我侄儿来了，满天花雨洒金针，你冲的是谁啊？你说呢？欧阳前辈，你怎么能颠倒黑白呢？明明是七公救了你侄儿的。我们说话，岂容你这小子插嘴？是。蓉儿，你快把他强抢陈家大小姐的事情说给你爹爹听啊！我爹不管这些的。爹，他根本就看不起你，还有七公，他认为你和七公的武功都在他叔叔之下。胡说！谁不知道西都北丐，欺命当世？你这小孩子家的，怎么学会了搬弄是非？我没有。你说的我一概不信。徒儿怎么样？捣鬼遇到鬼祖宗了吧？师傅，还不好意思了。啊，七兄，还没请教你的来意呀。我没什么来意，只有一事相求。七兄能向我黄药师开口，我是深感荣幸啊。不论何事，无不从命。好，这可是你说的啊。哎，不是一件小事啊。要是小事，七兄能够大驾光临吗？说吧，水里火里，在所不辞。好，那可是你同意的啊。那我可说了啊，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徒儿，我很喜欢他们，我觉得他们很般配，给他们提亲来了。啊，哎，你是同意了的。哎，可我你什么你呀？你就在这等着喝喜酒就是了。哦，别忘了带份厚礼来。七兄，耀兄已经将他女儿许给我侄儿了，要送厚礼只有你送我们的份儿啊。哦，感觉一女两嫁呀！既然有父母之命，也得听媒妁之言。我是他们两个的媒人。白驼山媒人来了吗？哼，这门亲事我求了，耀兄也答应了，还要什么媒人？哼，当然要媒人了。不光要媒人，还有一个人没有答应。谁没答应？我老叫花呀！你那个侄儿品行不端，
这女娃子要是嫁给他，成天讲打讲杀的啊，你说这是什么滋味啊？凤兄，小女无礼，对令侄多有冒犯。求婚之事，咱们再从长计议吧。各位，请。七兄，请。蓉儿，蓉儿，你做的菜我都吃到了，而且每次吃的都一点不剩啊。我知道了。对了，你这2天天天跟老顽童玩摔跤，是不是摔得很惨啊？你怎么知道的？我听那些仆人说的。仆人？他们不是？对啊，他们是又聋又哑，可是他们会用手说话。以后我教你。算了算了，我记不住的。再说这些天我已经背了很多很多东西了。蓉儿，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问你：岛上那些又聋又哑的仆人，是不是你爹干的？才不是呢，那是我爹行走中原的时候遇到的一些聋哑人，他们无法生计，所以才把他们带到岛上教养安置。照这么说，你爹是在做善事了？对呀，可是我爹只能做善事，不能居善民。不能居善民，所以他只能对外说那些人是被他弄得又聋又哑的。哦，我知道了，我回去以后一定要告诉周大哥，你爹不是那种人。你叫他大哥？是他非要逼着我结拜为兄弟的。我看他一个人那么可怜，我就答应他了。哦，那你现在也是邱道长的长辈了。蓉儿，不能这么说的。哼，走吧。哼，我看那个小妮子根本就没把你放在心上，一路上都是你在说大话。你打算怎么办？侄儿舍不得放手，舍不得放手就得拿出个舍不得放手的样子。平日里拈花惹草都怪有本事的，现在怎么这样了？小女性行顽劣，远不足以侍奉君子。想不到七兄和风兄这么瞧得起兄弟，齐来求亲，兄弟我至感荣宠啊！欧阳世侄是风兄的贤侄，郭世侄又是七兄的高徒，身世人品都没得说，取舍之间好生为难呐。爹，有什么为难的？女儿喜欢谁，女儿自己知道。万不得已，兄弟只得想个办法，将2位世侄考上一考。哪位世侄占了上风，小女就许配于他。好。只是拳脚无眼，恐怕死伤难免啊！哎，怎么能伤了2家的和气呢？啊，你我都是习武之人，不比武比什么呢？啊，比禅你比不过我，比毒我毒不过你呀。这样吧，怕伤了他们，咱们老辈替他们比比怎么样？啊？呀！哎！慢！七兄、风兄，你们2位已经拆了数招了，难分高低上下，论剑之期已尽，我们还是到华山上再拼个高下也不迟嘛。你们是上门提亲，不是来上门显功夫的吧？兄弟出3道题目考2位世侄，胜者自然要照料蓉儿的终身，负者我也不能让他空手而归呀。啊？怎么？你还有第2个女儿？现今还没有啊，就是娶妻生女，恐怕也来不及了。兄弟不才，3教9流、星象医卜之类的杂学也还略知1二。如果哪位世侄不嫌浅陋，愿意学一学，我当尽心传授。好，就这样。科儿，只要你记着愿赌服输，你就不会给叔叔丢脸。你这句闲话是明显对着我们师徒来的。
不妨不妨，要真是拳脚上的功夫，我们愿赌服输，哈哈，愿赌服输。第一道题目是比武。哎，你刚才不是说不比了吗？哈，我不是说让他们2个人比武啊。那你的意思是说，耀兄亲自出手考一考他们的功底？我来考，那难免有偏袒之嫌吧？你本来就偏袒。胡说！我是想请风兄去试郭世职啊，请七兄去试欧阳世职。好，这法子想得好，换我就想不出来。哦，小子，来，咱们练练，怎么样？且慢，咱们先得约法3章。第一，2位世职的内功远不及七兄风兄，因此咱们就考武功招式，不考内力修为。第二，就在这上面比试，哪位小辈先落了下来，那就输了。第三，如果风兄和七兄出手过重，误伤了2位小辈，那也算输了。哦，那打伤人也算输。他们之中必定有一位是我桃花岛未来的女婿，怎能在一招之下伤了他们呢？哎，是，这样很公平，只要公平就行了，管他古怪不古怪的呢啊，是不是老杜啊？哎，是不是啊？你说呢？欧阳兄得罪了，去！七兄，你这位高徒的功夫很杂嘛，连蒙古人摔跤的本事都用上了。啊，那连我都不会，不是我老教话教的，别找我的晦气。啊，这一场是郭氏之胜了，欧阳世职不必烦恼。啊，下面2道题那都是文考，但有真才实学，定有取胜之机。爹。下面呢，请2位世职品评老夫吹的一首乐曲。耀兄，2位小辈毕竟定力不够，万一受了内伤怎么办？哦，这回我考的不是内力，而是请2位世职各折一根竹枝，随着我的箫声在地上打节拍，看谁打得准，谁就胜了。黄岛主，晚辈我不许认输。师傅，大不了是输，试试不妨。去，摘个树枝，去！我真的不行了。去呀！快去啊！好。
你的本事还真不小啊！黄岛主，晚辈再过得一刻，便再也坚持不住了。论内功呢，自然当属郭世侄了。不过刚才考的是音律，欧阳世侄是更为高明。也罢，大家就算打了一个平手，就在这第3道题目上决个雌雄吧。这本书啊，它一直跟随了我多年。因为它是我亡妻的手迹，心血凝聚，弥足珍贵。现在就请2位世侄阅读一遍，看谁背诵的最多，没有纰漏，谁就胜了。哼，你这招女婿还考背书，你心太狠了！啊，七兄有所不知，这本书和我的一生有着重大的关联，就是因为这本书，蓉儿的母亲撒手尘寰，我总盼着他的在天之灵能为我这桃花岛挑选一位女婿呀。耀兄，黄老邪，怎么？这不是你桃花岛主在选徒弟啊，这是你女儿的终身大事。你枉费心机让我傻徒弟输，啊，落败就落败，亏了我们师徒。不是重面子的人，蓉儿怎么办呢？你还让她一个人跑到中原去，一辈子不见你？要么就嫁给这小子，成天哭天抹泪，对着一堆毒蛇诉说心事。老小花子，我的毒蛇哪儿得罪你了？没少得罪我。亏了你还把死去的老婆拉出来吓我，你老婆活着也被你气死了，啊，气死了！我们不比了，走了。不比了，走了。七兄，蓉儿，我这桃花岛岂容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你不通奇门五行，休想走出我这桃花大阵！啊！我一把火烧你们个臭花，周叔！好，你就放火来烧，我黄老邪为你吹箫助兴。黄岛主，师傅，弟子就与欧阳兄比背书就是了。反正弟子资质鲁钝。输了原本也是应该的。你不怕出手，那你就比吧啊！九阴真经。眼神不识而魂在肝，耳不闻而精在身。欧阳公子，你还记得穆姑娘吗？她在宝应祠堂的棺材里活活给闷死了。啊，我都忘了，是你救了她，是不是？别想旁的事情，好生背书。你们哪位先背？我先来。那好，郭世侄，那就请你到林边等候，不要听他背书。遵命。
蓉儿，你留下听欧阳世之背书，不要说我偏心。你本来就偏心，对吧，欧阳公子？啊，其实啊，岳父大人他也不是。哎，对了，我有哪儿好的？你为什么喜欢我呀？妹子，我第一眼见到你就觉着你……那你为什么不在桃花岛多待几天？西域多冷啊！哎，也有不冷的地儿啊。是吗？那你说给我听听。你要是说了，我就知道你是不是在骗我。好，科儿，先背书，别的事情以后再说。哎，师傅，刚才那招叫大岔神功。哼，是大岔神功。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是故虚胜实，不足胜有余。精化为气，气化为神，神化为虚。眼神不视而魂在肝，耳不闻而精在肾。人徒之枯坐息思为尽德之功，殊不知上达之事。喂，嗯，你背错了。没错啊，没错，蓉儿，不要捣乱。殊不知上达之事，圆通定慧，体用双修。悸动什么呀？这也算背熟了？爹，这简直是蒙人嘛！哎呀，能背这么多，已经是很难为你了。科儿，郭师侄，你来背。金哥哥，你行吗？我尽力吧。那我们还是走吧。哎，蓉儿，不行啊，你爹还等着我背书呢。那反正我死活都不嫁给那个欧阳克。嗯，你放心好了。黄岛主，我来背。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是故虚胜实，不足胜有余。人徒之枯坐息思为尽德之功，殊不知上达之事，圆通定慧，体用双修，藏眼神，凝耳运，调鼻息，兼舌气，精化为气，气化为神，神化为虚。眼不视而魂在肝，耳不闻而精在肾，舌不抿而神在心，鼻不香而魂在肺。闭嘴！之不动，东魂之木，西魄之金，南神之火，北京之水，中义之土。不要背了。梅超风失落的九阴真经是不是在你手里？没有啊，那天在归阴庄我就没看见。我6位师傅说了，如果找到经文的话，一定要物归原主的。看你也不像这种人。哼。阿恒，你真是有心呐！当初我贪图一卷经文，连累你与我人天永隔，你竟然一点都不怨我。现在你是想拖着少年传给我，对吗？孩子，我就将蓉儿许配给你了。啊，这个蓉儿是被我娇惯坏了的，以后凡事你都让她3分吧。爹，谁被你娇惯坏了？我才没有呢。岳父，岛主大人，好，傻小子终于开窍了啊！且慢！啊，什么且慢？只允许你一个人聪明，不许别人聪明啊！啊！科儿，有话就说。这小子，哈，这位郭师兄所背诵的，远比册子上载的多。定是他早得了九阴真经，故此晚辈斗胆，要在他身上搜搜。你尽管搜好了。哈哈哈哈！哎，老夫来搜如何？老杜竟然不顾颜面，干起小人的事来了。哼哼，东邪西毒岂是你们这些小人的言语糊弄得住的？耀兄又是容得了别人欺骗的吗？哼哼哼。我看你是觉得婚事不行，索性转向真经了啊！哼，欧阳前辈，你搜吧。臭小子，你刚才背的是九阴真经吗？你是从哪儿得来的？我听说过九阴真经，但是我从来没见过。不过，
我知道上卷好像在周伯通周大哥那儿。周伯通比你年纪大多了，你怎么可以和他称兄道弟呀？师傅，周伯通大哥他已经跟弟子拜为兄弟了。耀兄啊，周伯通一向荒唐，没想到他这么多年了，还是那样。那下卷呢？你刚才背的是下卷吗？下卷被梅超风、梅师姐在太湖边上遗失了。他现下朕奉了岳父大人之命，在四下寻找。待弟子禀明岳父之后，便会去助他一臂之力的。你既然没有见过九阴真经，怎么会背得如此纯熟呢？欧阳先生错了，我背的不是九阴真经，而是周伯通周大哥自创的武功秘诀，却不知道怎么的，我岳父这儿也有一份儿。哼，凭周伯通那点修为，他能编出如此深奥的口诀吗？我不知道。静儿，你不要再说了。七兄、凤兄，我们20年没见，今日在桃花岛上大醉一场，如何呀？走走走，好，走。金哥哥，走。好。爹这辈子只在华山绝顶输过一次，打那以后，便一直想把这口气找回来，这才去费心尽力地弄那本九阴真经。谁曾想，却累得你娘！这样也好，我生怕为那本老石子真经，累得你娘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心。那郭靖，人虽傻，却是上天眷顾垂怜之人呐。想来是我女儿确实与他有婚姻之分，才会如此凑巧。爹，我还是第一次听你这么夸靖哥哥呢。爹，你明知道女儿会嫁出去的吗？不过你放心，我和靖哥哥都会来陪你的，一辈子都不分开。爹和你娘跟你都能够一生厮守，可跟别人难免日久要生烦的。那爹想怎么样？爹就把桃花岛让给你去作恶吧，爹不在岛上住了。爹，那你让我做桃花岛岛主，你要去哪儿啊？去海上，跟你娘在一起，吹着玉箫，海天长伴，以此终老吧。那爹太幸福了，蓉儿有空一定和靖哥哥去找你们玩。哎，你还是和你的靖哥哥好好过日子吧，爹有你娘作伴，用不着你这丫头来生烦。爹，这世上人都说，要饭过3年，给个皇帝也不干。可我要在你这个清凉世界里住上3年，那我这个叫花子就不想干了。好，叔父，黄岛主有言在先，即便是侄儿输了，也可以在这儿学他一门技艺啊。哎呀，科儿，桃花岛的绝学，怎么能你说学就学呢？且慢，你想学什么？小侄素来心仪伯父的五行奇门之术，不知伯父……奇门之术包罗甚广，不知你要学哪一门呢？小侄见这岛上道路盘旋，花树繁复，心中仰慕之极。
求伯父让小侄在岛上居住数月，细细研究这生克变化之道。儿，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桃花岛花了你伯父半生的心血，这岛上的布置奥妙，外敌不敢入侵，全仗于此。怎么可能说告诉你就告诉你呢？啊，这桃花岛就算是一座光秃秃的石山，哼，我看也未必有人伤得了我黄某人。哎呦，耀兄，小弟鲁莽失言，还望耀兄万勿见怪。老都啊，你这个激将法对别人没有作用，对耀兄那是最有作用的。哼，在下对七兄用的是点将法，改天我们一定要再战。这是桃花岛的总图啊，岛上所有五行生克、阴阳八卦的变化都写在其中。欧阳世侄，你拿去好好研习吧。多谢伯父。哎，3个月之后，我会派人前去取回。眼下你可到临安府一家客栈住下研习，途中的一切只能心计，不得印魔抄录啊。是。好，侄儿届时定当等候桃花岛来人。欧阳伯伯，这是您的必读之宝，侄女不敢拜领。靖哥哥，我们走。哦。耀兄说话是算话的，我们还留在这儿做什么？怎么样，老叫花子，你是走还是不走啊？我不走，我要等我徒儿完婚以后我再走。明年岁末，又是华山论剑之期，耀兄你好生养气力，咱们再大战一场，如何？啊？武功天下第一的名号，我看你也不必枉费心力的来争了，已经有主了。有主了？哈哈，莫非风兄练就了一手举世无双的绝招？凭着我欧阳锋这点微末的武功，我怎么敢贪求武功天下第一的尊号？我说的是传授郭氏之武功的那位高人。你是在说我老叫花？风兄什么时候学会开玩笑了？哦，还会在玩笑里边骂人？传授过郭氏之武功的诸人当中，七兄的武功未必最高吧？啊？你这是跟我打什么哑谜呀？他说的是老顽童周伯通。正是。老顽童既然熟悉九阴真经，我们东邪西毒、南帝北丐都不是他的对手。那也未必尽然。经是死的，武功是活的。玄真派的武功非同小可，老顽童既然熟悉九阴真经，就算是王重阳复生，也不是他的对手。你我三人心擒一试，哼，只怕还是棋差一步啊。老顽童的武功就算比兄弟好些，可也绝对及不上风兄和七兄啊。这一点，我是深知的。耀兄何必过谦？哼，你我从来都是半斤八两。你这样说，那就是说你断定周伯通的武功不如你。这个，只怕口说无凭吧。明年华山论剑之时，风兄自然会知道。哈哈哈哈，当然当然。耀兄的功夫，兄弟一向是钦佩的，只是。你说你的功夫胜过周伯通，我的确是疑信参半。你别小觑了周伯通啊！这老顽童就在这桃花岛上，已被我关了10几年了。你竟跟你的女婿合起来骗我们，嘿，真是太好玩了！我平生最受不得激将。风兄今日一而再，再而三，得罪。我只是怕耀兄的功夫
不如周伯通啊。各位随我来。老顽童，你不是喜欢热闹吗？我带熟人看你来了。黄老邪，我给你打断双腿，在这里关了15年，本当也打断你的双腿出口恶气，后来想想饶了你算了。奉上大粪成堆，臭尿数罐，这是什么呀？叔父小心！爹，这一定是周大哥干的。这个可恶的老顽童！千万不可扯下树叶，会有臭尿留下。黄老邪屎尿加身，桃花岛主洪福齐天。老顽童周伯通，还有独孤求败。独孤求败是谁呀？哎，你看这块石头吧，这是生生用手指头摁进去的，这可不是一般的功夫啊。这个周伯通没有这么深厚的功力呀。难道是九阴真经的功夫？又或是独孤求败所为？独孤求败。独孤求败，独孤求败，周大哥没有带你走吗？什么？他就是独孤求败？周大哥说他把重阳真人都打败了，所以就叫他独孤求败的。亏他也想得出来。哎，这有什么想不出来的？你们要是谁能赢了我师兄王重阳啊，这独孤求败的名号就让他叫去。哎，要不100年之后，你们跟我的独孤求败比武，要是赢了，独孤求败的名号也就让给他，我和我的小乌龟一块叫他祖师爷。看起来，此人的功夫深不可测呀。哎，黄老邪，我在这儿呢。周大哥，周大哥。兄弟，先不要管我啊！我在洞里被关了15年，我现在出来，让黄老邪看看啊，我是多么自由自在。好臭，好臭啊！哎，黄老邪，哎，我们两个两清了。什么两清了？那当年你打断我的腿，在洞里关了我15年，如今呢，我弄了你2脚屎，一身尿，两清了，两清了。这就两清了？当然两清了。如果你今天就踩到屎，没理你一身尿，那以后我肯定尿你一身尿，这叫亲兄弟明算账。老顽童，恭喜你练成九阴真经。吸毒啊，这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当年打了我一掌，哟，现在还疼呢。如今呢，我尿你一身尿，我们2个人呢，扯平了。好，扯平就扯平吧。呀，老顽童啊，老顽童啊，以往没觉你怎么地呀？啊，今天才知道啊，你的见识不在王重阳之下呀，不在。老叫花人不错，所以说老叫花身上是干净的。喂，老顽童，你干嘛把自己绑起来？这个不好说。小姑娘，你为什么就给我送了1次酒，就不再送酒了？是不是黄老邪不让你送啊？黄老邪，你为什么不让小姑娘给我送酒喝啊？让我和独孤求败天天吃你那个破烂饭。老顽童啊，九阴真经你也练了，留着也无用，把它还给我吧。给你？为什么？又不是你的。我黄某15年前曾经说过，先妻因你的九阴真经而死，我黄某发过誓，
要焚烧九阴真经，以祭先妻。我黄某绝不向九阴真经看上一眼。我来想一想，想一想。可是，我已经把这个给谁了？把经文，把经文，给他了。我，周大哥，周大哥，你不能不承认呐！你忘了吗？你跟我说过的嘛。你反正左右也是老东邪的女婿了嘛。老东邪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老东邪的嘛。那我把这个九阴真经从头到尾都传给你了。以后呢，你再从头到尾的传给黄老邪。没有啊，黄老邪就是你徒弟了，我就是黄老邪的师伯了。黄老邪叫师伯。周大哥，周大哥，你千万不敢乱讲啊！周大哥，你什么时候把九阴真经传给我了？哎呀，傻兄弟呀！我让你背的那个就是九阴真经啊，要不然你费那么大劲背它干什么呢？以后呢，你再传给黄老邪，就作为你娶那个黄毛丫头的聘礼。你这说话呀，你怎么不说呀？啊，我没有啊。你是不是没背会呀？我真的没有啊。老顽童，你瞎说什么呀？靖哥哥怎么得罪你了？得罪我啊？没有得罪我。我和郭兄弟每天都玩4国大战，很开心的。我是一心帮助我兄弟脱离苦海的。周大哥，你在说什么呀？周伯通，上卷经文原在你处，下卷经文我眼见着你也给毁了。难道你违背了重阳真人的遗训，先背了下来？是，我怎么会违背我师兄的话呢？我哪敢呢？是你的宝贝女婿亲手教给我的。周大哥，兄弟，难道你都忘了吗？你把下卷交给我的吗？你说我们下卷换上卷，什么好借好还，再借不难什么的。你还说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黄老邪不让你的岳父大人知道下卷在我手里吗？周大哥，老顽童，你这玩笑开的有点过分了吧？不，老叫花子，我看到7、8分是真的。世界上最可怕的，就是阴险狡诈之人，假扮宅心仁厚。我的女儿喜欢你，我也没有办法。只是九阴真经在你的手里，就不必让瞎子梅超风拼命找寻了吧？对，周大哥，我兄弟还说了，说让那个瞎子梅超风去拼命去吧。我没有啊，岳父大人。周大哥，周伯通，我不再想与这个人说话。你要给我，便把真经的原本给我。周大哥，真经的原本是吧？好，我给你。你腿上1号功夫大进，我可又要对不住你了。快把手上的绳子绷断，我要见识见识你九阴真经的功夫。不可以的，这个绳子说什么也不能绷断的。我来替你弄断。你仔细看看他这身法。周大哥，你没事吧？你为什么不用双手啊？老顽童上了自己的当了，我一时学会了九阴真经啊！这黄老邪，如果我用双手跟你打，不要说你了，恐怕在场的没有人是我的对手。不错不错。那我还有一招呢，我兄弟知道的，对吧？双手互搏，好了，是吧？周大哥，你别再讲话了。伯通，天下的伤药
无出我桃花岛之左。每隔7日你服一次，伤自会痊愈。我不留你了，现在你可以离岛了。你不留我了？桃花岛今后任你来去，你若要再来，兄弟一定迎候。海上孤岛茫茫，只怕你也没再见的日子了。这些年谢你相陪解闷儿，黄某实在是感激不尽呐。黄老邪，我们在桃花岛住的不错呀，你也不进洞来，我可以出洞大小便。哎，我们拜把子做兄弟好不好啊？老顽童，周大哥，你别再讲了，快吃药吧。我这岛上真是寒酸，来来往往就是这几艘小船呐。哎呀，这花不溜丢的船真好看呐！黄老邪，这花不溜丢的大船就是你的。啊，是啊。姚兄啊，我看你就不必另派一艘船送卓伯通出海了，坐我的船就可以了。啊，哪一艘啊？哎呀，哪一艘啊，老督啊？我的船上也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啊，真的？哎，你没骗我？嗯，你看，就在那儿。哎呀，真漂亮啊！蛇！哎呀，上当了！哎，那船上有蛇，我怕蛇啊！好，你随便坐哪艘都行。不，我就要坐那艘花不溜丢的大船。哎呀，那条大船坏了，没修好，坐不得的。哎呀，坏了我也要坐。哎，黄老邪那么小气呀！这条船是最不吉利的，坐上的人呐是非病即灾，所以停在这里从没有使用啊。你要不相信，我马上把它烧掉。哎呀，不要啊！哎呀，我要坐新船，我要坐新船。这船坐不得，你还是坐小船吧。周大哥，起来吧，周大哥。我要坐新船。姓郭的，你也走吧。我坐新船。爹，岳父，你这个狡诈贪得的小子，谁是你的岳父？今后再踏上桃花岛一步，先自己剜眼割舌便是。爹，靖哥哥他不许提这个无耻小子的名字。蓉儿，靖哥哥，蓉儿，靖哥哥，走，蓉儿，蓉儿，靖哥哥，靖哥哥。周大哥，兄弟啊，这有什么好玩的嘛？有好玩的时候，女人从来都不在你身边的，这有什么意思啊？无非就是他让你摸摸他的穴道，你让他摸摸你的穴道，再不然就是搞一个什么周易八卦呀，弄得你晕头转向的。再来做一些什么诗啊，什么4张鸡啊，8张鸡啊，哎呀，烦死了！啊，几位。耀兄的大船已经指望不上了，啊，怎么样？要不要坐我的小船将就一下啊？不要！我也不想去。那好吧，告辞了。告辞了。这个黄老邪要是翻脸的，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看我的徒儿不能在岛上久留了，老叫花也不能在岛上吃桃花吧，也一并走了。你呢？我也要上船了。哎，你刚才还说怕蛇呢！哎，我不要坐那个船，我要坐那个花不溜丢的大船。那个大船是黄老邪留给自己用的，我就要坐那个船。你怎么做啊？你去抢吗？啊？黄老邪正在火上，我们自己没气儿去求他，硬抢是不成的。哎呀！